有不少新人朋友问过我，这个游戏中什么武器最强？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些茫然。回想起来，玩了这么久的江蕙，要说什么武器最强，一时半刻我还真回答不上来。其实，在僵尸毁灭工程里，单纯的说某一把武器好不好、强不强，并不是很准确。毕竟这个游戏不像是一些网游，武器的能力不会根据当前的等级和氪金的多少来判断。在僵尸毁灭工程里，判断一把武器好不好，要根据当前人物的情况来判断，与人物当前的状态、情绪以及技能的等级和特性都有关系，不能仅仅根据武器的稀有度和攻击力的高低来评判其好坏。那么，如果抛开所有人物的因素，仅仅讨论这个游戏中哪把武器最好呢？来跟大家盘点和探讨一下僵尸毁灭工程中近战武器的排名。再次说明，以下排名是根据个人主观的看法和游戏的经验来进行判断的，不代表绝对正确，仅供参考。目前游戏中我觉得可用的近战武器是非常的多，但是可作为常规的武器，我认为有着21种。我将从武器的以下5个维度来进行分析，分别是攻击力、耐用性、稀有度、操作性、重量。再次说明，这里的分析是排除了所有与人物的特性、技能、状态有关的因素，仅仅分析武器。另外，游戏中也有群攻和不群攻之分，因为不群攻的近战武器除了枪械之外都只能攻击一个目标，可分析的内容也仅限于武器的用途、稀有度、耐久和攻击力，分析的内容是比较少。所以本视频中呈现的内容是分析在开启群攻的情况下对各个武器的优缺点分析和排名。第21名，大锤。大锤作为一把拆家破墙的工具，是剑家党的必备道具。在伤害方面，大锤拥有满格的攻击伤害，上限为3，下限为2。战斗方面呢，击倒率是非常的高，一次可以攻击3个目标，并且有着400点的期望耐久值。在原版所有近战武器中，耐久是排名第3。如果单从这几个方面来说，作为武器，大锤绝对是一把非常暴力的武器。但是大锤在稀有度方面限制了它作为常规的武器应用，它非常的稀有，能找到就已经不错了，更别提将其当成武器。此外，大锤属于重型武器，重量达到了6公斤，它的攻击方式极大的限制了攻击速度，并且会有额外的体力消耗，所以挥舞2下人就快没气儿了，更别提用它去锤丧尸了。所以大锤一般是作为重要的建筑工具来使用，很少有人经常拿着它出去锤丧尸，因此这里排名垫底，综合排名第21。第20名，伐木斧。伐木斧作为伐木的重要工具，武器属性有着极高的伤害，伤害上限达到了3，下限是 1.3。在斧头武器中有着最高的暴击，达到了 50%， 并且也有着375点很高的期望耐久。但是在战斗方面跟大锤是一样的，都属于重型武器。虽然它的重量与钉子镐还有消防斧是一样的，都是3，但是重型武器属性会导致额外的体力消耗，攻击方式也极大的限制了它的战斗力。所以既然是伐木斧，那用来伐木肯定是最好的。它对破门和砍树方面有着非常高的伤害，能够更快的破门和砍树，但是在战斗方面就逊色很多。综合排名20。第19名，剁肉刀。这是一把可以群攻的短刀，在短刀武器中只有2把武器可以群攻，剁肉刀和单手镰。单手镰这里就直接排除了，因为其耐久值太低了，2下就碎了，根本不耐用。但是剁肉刀有着与单手斧一样的150点期望耐久值，并且有着较高的破门和砍树的伤害。除此之外，还可以作为重要的烹饪切割工具。我们还可以从丧尸身上获取。除了这些呢，再无其他的优点了。它的暴击和伤害都是非常低的。最大的亮点，我觉得就是作为可以群攻的短刀，耐力消耗是极低的，并且容易从丧尸身上获取，是前期的过渡道具。所以综合排名第19。第18名和第17名，扳手和管钳。这2把武器作为短棍武器表现得普普通通，在武器属性方面基本一致，伤害相同，重量一致，只是管钳在攻击范围、武器暴击以及耐久方面略微的比扳手高出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属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在排名上，管钳比扳手高出一个名次。这2把武器作为工具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扳手主要应用在汽车的修理和维护方面，管钳是连接雨水收集器和水槽的重要工具。
但是作为武器来说就太过于平庸了。当然是可以作为武器来使用的，只是用坏了就没办法维修了，用坏了就用坏了，只能再找另外一把。所以在实际应用方面，这两把道具最好是作为工具来使用，除非没有更好的选择，否则还是换了吧。第16名，猎刀。猎刀作为一把短刀武器，其属性无疑是最优秀的，有着不俗的耐久和伤害，并且短刀匕首类武器有着特有的处决秒杀机制，无论丧尸血量多少都可以一击秒杀，非常适合潜行刺杀。耐久方面，猎刀有着150点的期望耐久值，与单手斧50刀的耐久是一致的，而且猎刀完全可以从丧尸身上找到，非常容易获取。但是猎刀是属于短刀，不管是否开启群攻，都只能攻击一个目标，如果同时面对多个目标，会显得非常的吃力。不过猎刀在很多模组中都充当了一个重要的刀具工具的角色，在僵尸毁灭工程原版里也可以作为一把非常重要的切割工具。在战斗方面，面对多个目标，猎刀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其重量只有 0.5 公斤，非常的轻，极低的重量代表战斗时耐力的消耗也是非常的低，你可以一直去攻击，不用担心耐力消耗的问题。如果是不群攻的情况下，这把武器无疑是一把利器，但是开启群攻的话，我们肯定会有更好的选择，所以综合排名在第16位。第15名，警棍。警棍作为常用的短棍武器，有着不俗的属性。在短棍当中，它有着非常远的攻击范围，达到了 1.2。虽然短棍的攻击范围最高是班夺琴，但是这玩意儿也不是什么常规的武器。警棍有着很高的期望耐久值，达到了300，而且伤害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近战可以打击2个目标，但是打击感方面讲真的不如管钳和扳手，可能是音效的问题，总感觉挥击的时候是轻飘飘的，打得不够狠，所以感觉伤害不是很高。其实呢，在伤害方面，警棍在短棍中排名第2，已经算很高的了。对着趴在地上丧尸的头部处决，基本是一下一个，重量也只有 1.5 公斤。在战斗方面，不用担心耐力不够的问题。但是警棍其实是很稀有的，它的产出地非常的少，不像扳手、管钳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得到。警棍只能在警察局、丧尸身上以及警车以及安全屋里可以找得到，其他的地方是几乎无法找到的。不过好在这个游戏中，警察、丧尸有较大的概率都会携带着警棍，所以基本去一趟警察局，只要一刷出一些警察、丧尸，你就可以找到1-2把警棍。综合排名第15名。